众所周知，美军一直喜欢拿中俄太空武器说事，从而来限制后者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但问题是，美国口头上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自身却在暗地里进行较劲，进一步在这个领域进行发展部署。这一双标的态度着实让人恼火，而这也一度引来俄罗斯的警告。太空威胁是美军和美媒一贯使用的套路，现如今美军又故技重施，想要在这方面进行造势。据美媒报道称，美国太空军二把手表示，美国卫星每天都在遭受攻击，而究其背后，美国卫星无端灾难源头来源于中俄两国。根据其说法，美国卫星每天都受到了中俄的可逆攻击。为了让这件事情更有信服度，美军列举2019年俄军在太空领域的疑似行动。其直言，2019年的时候，俄罗斯一个小型卫星偷偷靠近美国卫星，就是想要实施攻击行为。更不用说，俄罗斯最近还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这对美国来说可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虽然这次俄罗斯仅是成功摧毁了苏联卫星，不得不说，美军这个污蔑着实有点低级，俄罗斯也是有点惨。这么久的历史还被拿出来说事，不过这么一看，美军的目的也是很明显，就是想要炒作。可以说，看着中俄在太空领域不断进步，美国感到了巨大的危机感。美国这是在利用优势制造冲突，从而防止中俄在这个领域超过自己。此前，美国夸大俄罗斯反卫星武器试验，称这种行为严重影响到其他国家，并威胁到了国家空间站的安全。面人都能看得出来，这里的其他国家或是指美国自身。毕竟美国一直对俄罗斯太空领域的发展有所忌惮，美国就想借这个理由对俄罗斯发出不满，从而让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发展有所延缓。对于美国在太空领域对俄罗斯的指责，俄罗斯早就亮明过态度。正如美国指责俄罗斯在太空部署武器时，俄媒称俄罗斯回应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太空指责毫无根据。事实证明，美国在太空发展这方面的虚伪人尽皆知。美国总是在说一些片面之词，妄图转移注意力，但真的谈论起此话题的时候，美国又开始规避了，变得不感兴趣。归根到底，其又有什么资格站在制高点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总之，美军的这番将矛头对准中俄的态势，是时候停手了。毕竟不入流的手段，也注定上不了台面。乌克兰部署一半的军队在顿巴斯地区，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到紧张的。毕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光是乌克兰军队，俄罗斯军队大概率是不放在眼中的。但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国及北约或许也深知这个道理，对乌克兰进行大量军事援助。美国和北约的入盟就使得这场没有悬念的对抗变得更加复杂。即使俄方已经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要求北约停止手上的挑衅行为，但北约根本就没有把俄罗斯的警告放在心上，还是在继续下一步行动，并致力于将俄罗斯边境的局势进一步升级。俄方表示，对于俄罗斯提出的缓和局势的建议，北约拒绝协商，并大有将这种行为贯彻到底的打算。事实上，北约不仅是在口头上表现出拒绝，还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西方在不断炒作俄乌冲突，对于俄罗斯，其直言俄军开始在边境部署大量兵力，此举就是在包围乌克兰，想要实施进攻。对于乌克兰，或许又是在不断挑起乌克兰的敏感神经，传达俄罗斯想要入侵乌克兰的理念。这样一来，乌克兰必然会有所行动，从而进一步放大双方矛盾。但这又完全和北约所说的保护乌克兰不受俄罗斯侵害相违背，不禁让人好奇，北约此目的背后是想干嘛？对于北约不断越线的行为，局势开始变得紧张，而北约的继续施压也逼着普京不得不划定红线，再次对北约发出严厉警告。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不放心，同样俄罗斯也未曾对西方国家的举动感到放心。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演习算得上是一种很过火的行为了，更不用说北约想要在俄罗斯周围国家部署核武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其中，北约可能会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打击，才是最致命的。普京表示，北约东扩的影响很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因为北约很有可能逼近俄罗斯。一旦北约利用乌克兰，其导弹或许5分钟内就能打到莫斯科。这话一出来，可谓是双方都微妙。针对北约行动，普京声称只能以牙还牙，这才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也就是说，一旦北约采取此行动，想要对俄罗斯实施有效打击，那么俄罗斯就会被迫立马采取行动，用新型导弹武器进行回击。战火燃起就在一时之间，相关人士对此分析，普京这是在亮出底牌，北约所谓的军事建设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俄罗斯。如果北约还是执意下一步行动，相信俄罗斯不会再只是停留在口头警告上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局势可谓是愈演愈烈。我们都知道，美国为了能够更好地牵制俄罗斯，就一再的教唆北约制造混乱局势来针对俄罗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这样可以干扰俄罗斯的发展，从而降低对自己的威胁。而北约在美国的怂恿以下，就不断给俄罗斯施压，拿乌克兰说话，对外表示乌克兰是北约的伙伴，所以会力保乌克兰，还宣称要想尽办法来向乌克兰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包括军用物资。而乌克兰也在北约的发声下变得蠢蠢欲动。
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乌克兰正在强化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力量，他们已经调动兵力向该地区部署了乌克兰一半的军力。俄方对乌方向东部地区增加的军力的行动保持警惕。随后，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正在向东部地区集结兵力，这样的行为是极其危险的，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种危险行为。俄方对这样的动作会严重关切，也担忧这样的行为会进一步滋生其他问题。对此，有相关分析师认为，如今俄乌冲突升级，主要原因还是与美国有关。正所谓，有美国存在的地方就会有动乱。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开始想方设法通过乌克兰给俄罗斯施压，因为乌克兰已经上过了美国人的当。美国政府也明白，乌克兰不会再中美国设好的圈套了，因此他们就通过北约来让乌克兰上钩。所以说，世界各国应该看清美国的真实面目，美国人的内心还是很阴暗的。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俄乌两国间冲突不断升级的局势，近日美国媒体也做出了解释。美国福布斯新闻网站近日刊文称，如果俄罗斯拿出最新版本的军用炮兵雷达车，即 SNAR-10M1，就说明战争很可能就要来临了。因为7年前的俄乌冲突中就出现了这款装备，而乌克兰也以此战败。也正是这款雷达车的出现，大大挫伤了乌克兰的锐气。因此，如果俄罗斯下定决心要对乌克兰动手，他们的部署中很有可能会出现几部 SNAR-10M1雷达。总之，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所带来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俄乌双方能够理性解决所出现的问题。除此以外，我们还是奉劝美国以及北约，不要再制造一些混乱的局势了。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一意孤行，最后掉坑的必定是自己。据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准备炸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无线电中心的通信设施和一座燃气轮发电厂。俄罗斯的情报组织抓住了其中一支部队，并且确认了乌克兰有这样的计划。要知道，现在黑海地区有大量的北约军舰与俄罗斯黑海舰队对峙着。乌克兰这样的举动是想让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通信中断。如果北约的军舰发起攻击，俄罗斯的损失将无法想象。这几乎就是在向俄罗斯宣战了。乌克兰这是疯了吗？其实这也是乌克兰的无奈之举。随着俄罗斯逐渐的在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部署，乌克兰虽然也出动了近13万大军与俄罗斯针锋相对，但是乌克兰内部已经混乱不堪，国内天然气和电力严重不足，民众更是严重抗议，甚至对乌克兰总统进行逼宫。而北约就站在后面看着，乌克兰要武器装备都好说，英国直接大量卖给乌克兰武器装备，美国甚至就直接送给乌克兰武器装备，其他北约国家更是表示要派兵前来支援乌克兰，而且在国际上也没事就口头警告一下俄罗斯，或者象征性的军演一下威慑俄罗斯，但就是不帮乌克兰实际的解决问题，停息这场矛盾。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乌克兰已经是真的快要顶不住了。所以乌克兰这样的举动就是在给北约创造攻击俄罗斯的条件，同时也可以尽快的把战争挑动起来，这样至少乌克兰能有个痛快。但是北约打嘴炮的能力不错，怎么可能愿意和俄罗斯拼个死去活来？北约成员国之一挪威首先就站出来表示，英美应该立刻停止挑衅俄罗斯，尽快和俄罗斯恢复关系。而另一个北约成员国加拿大刚刚对俄罗斯放出过警告，还说要继续增兵乌克兰。一看形势不对，立刻表示乌克兰现在的局势太过危险，仓促地把驻扎在乌克兰的战机和部队全部撤出来，并声称绝对不会干预顿巴斯地区的局势。真是警告俄罗斯的时候有多嚣张，逃离乌克兰的时候就有多狼狈。更为离谱的还是北约的秘书长，估计也是发觉乌克兰疯了，立刻公开向俄罗斯喊话，北约只是帮助乌克兰改革、打击腐败和建立安全机构，并不会参与到乌克兰实际的战争当中，希望俄罗斯不要误会，北约随时欢迎俄罗斯重新返回。估计乌克兰总统看到北约这一哄而散的情况时，人都已经麻了。这北约中的国家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速度，真是令人敬佩。或许这就是乌克兰的悲哀，想靠着北约获得利益和好处，可北约又怎么会是一个吃亏的主？现在乌克兰已经毫无价值，还不立马就抛弃？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印太地区逐渐成为国际热点地区。实际上，除开印太地区之外，中美之间激烈竞争的迹象在世界各处随处可见。在国际上毫不起眼的非洲地区，不久前给了布林肯当头一棒。据《环球时报》报道称，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启了一场非洲行，本来一场为传播美国霸权影响力的行动，最后却让布林肯亲眼看到了美国海外影响力的局限性。相比之下，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随处可见。例如，在尼日利亚随处可见和中国合作的大型基建项目。对此，有人说美国很聪明，知道非洲不是一块肥肉。
但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美国处处唯利是图，最后也将陷入唯利是图的狭隘短视中。而中方秉持着一颗博爱之心，实现双赢的同时，意外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许也正是这次非洲之行后，布林肯切实地意识到，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美国落后中国太多了，这也一并影响了布林肯随后的涉台言论。据环球网援引路透社最新消息称，在最新的一次路透社举办的会议上，布林肯表示，希望中方不要贸然引发一场可怕的危机。尽管这番话也是一贯的渲染威胁论的腔调，但是细细琢磨，对比布林肯以往的言论，会发现其中大有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采访中，布林肯的落脚点在中方做法上，并一改往日的强硬态度，使用了希望一词，大有恳求中方之意。而就在十几天前的一场论坛上，布林肯也大谈特谈中国内政问题。当时其表示，若大陆试图改变两岸现状，那美国及其盟友将会采取行动。显然，在十几天前，布林肯还在就这一问题威胁中方，并明确提出会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回过头来看，现在布林肯由威胁变成了请求，这一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而要解释这一变化，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布林肯认清了中国的实力，认清了美国在中美竞争上的短视无知。这似乎也可以用普京的一句话加以验证，即认为大陆凭借如今的经济实力，不必使用军事手段就可以实现统一目标。这句话值得深究，发人深省。这直接说明，现在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世界有目共睹。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手段远远比美国一味看重的军事手段要高明有效得多。